层的。之后呢，我这个旁边不是说要滚边吗？我现在就要来滚边了。那滚边直线滚边的话，有没有人不会车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因为如果你弧度会车的话，你那个直线就一定会车啊。这应该没有什么很难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把它车下来。那我们在车直线滚边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用力拉它，因为它有一点弹性，你不要用力拉它，你要顺的车。好，顺的车，你也不要推它哦，不要那么鸡婆。你不用推它，你也不要那个，你就让它顺的车，把它放平，好好的把它车起来，然后就是把它车直就好了。好，车直之后呢，多余的部分，我下面等一下会另外处理，我下面不滚边哦。好。那我们车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缝缝稍微把它修一下。好，修一下之后，我们再从正面压线，这样我们的边边就还蛮漂亮的。如果你觉得素的太单调的，你可以选花一点的布料，也蛮可爱的。我只是就我刚刚说的，我们家空间没有很大，所以我就是选素一点的啊，让它觉得不会一个东西放在那边，要不然我也很想选花布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就是把这个旁边撑起来。好，滚边滚好了，另外一边也是要滚边，两边都要滚哦。好。继续，所以滚边一样，我刚刚说的，请你不要用力拉它，也不要推它，顺的车，把它放平，顺的车，然后你车的时候也小心不要产生皱褶，好，这样你车起来就会蛮漂亮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口袋到这边的话，我现在车上滚边的话，等于是说它的那个旁边都会收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样不是还蛮开心的，看起来整齐许多。那一样把这个缝缝不整齐的地方，我们把那个缝缝剪好。来，我们再从正面再压一条装饰线。它片长太长的话，应该这里就会剪掉，因为这是重复的东西。太长了，片子太长的话，大家看了应该也会不耐烦吧。所以呢，应该要精简一点。所以我刚可以车的，就可以示范。另外一边我都是先把它车好。好，车完了。好，车完了之后呢，我刚刚不是说我下面会另外那个做一个那个吗？也就是说呢，有时候啊，很莫名其妙，就是那个会一边看书，或是有什么突然有什么信件还是什么的，我有时候就会在那个小桌子上旁边看，看完之后就东西就会乱塞，所以我后面要做一个可以放书、可以夹书的地方。那我现在就把这块布呢夹车在中间哦。为什么要这样车？等一下告诉你看。我只是先把下面先车起来，结果这块布啊那个剪的有点小，本来没有想到要用这样，剪的有点小，害我缝缝有点不太够，所以现在省吃俭用，缝缝要车小一点。好，这样车完之后呢，我还有另外一边要再把它车起来，也就是说，我这个布料就是背面的这一块布料呢，我会把它夹车起来。可是我夹，哎呀，为什么我把伊的线用出来？这是什么代志？来，我们再把它车一道，把刚刚这个中间那个塑胶的地方呢，我们把它夹车在中间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等一下就会揭晓喽。真爱卖关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夹车之后呢，我的这两块粉红色就是条纹的这两块，我旁边还要他们自己要接起来。
然后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了。好，我们从下面这里呢，先把下面接起来之后，把这块布先折到旁边去，你不要车到它哦。然后我们就先把旁边车起来。所以你也不一定要做这样，你也可以像刚刚那样，你就可以结束了啦。只是我想要，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这东西就是依照你个人的功能，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，没有绝对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车。那你需要哪些功能，你就做哪些东西，绝对没有说哦，我一定要做怎样，真的是没人规定你按那走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一定要说啊，别人都怎样做，我也要怎样做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好。所以我们就是选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去做就好了。继续往上，一直往上，去车。奇怪，我这块布好像那个布头没有齐。好，把它翻到正面来，你看就变成这样了，有没有？后面就变成这样子。一块布了，本来就是一块布，就是说后面就变成这样子了。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我等一下呢，我可以把它对折过来，对折过来呢，有比较长性哈，因为我这块有多剪一些。我现在就开始压线了，我对折过来，中间我要夹书本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应该就会知道的。先看一下有没有整齐，先看一下它要跟它的宽度要一样，就是要一样。所以这时候有一样的，我就可以车了。来，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为什么这块布变比较长了啦，因为我刚觉得口袋那边的那个间距太高了，所以我把它修短了，都忘记了。我还想说奇怪我是怎么剪布的，修多。因为我也是边剪的时候边抓尺寸。就是剪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我有没有需要这么大啊？我有没有需要怎样啊？然后再去做调整。所以全部都是依照我们的需要去做调整的哈。好，继续再车过来。那车的时候记得把边边翻过来，翻边边一点，把它固定好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但你就知道。好，都翻到正面了之后呢，你就发现说，我现在前面有一个立体口袋，后面有一层，那这层有比较多是我刚刚有修剪哈，没关系。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，我等一下呢，可以从中间压线压过去之后，我中间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洞？我就可以先把那个信件啊，还是广告单还是什么，我就可以先放在这个位置。那上面也会有一层，这样我是不是就有2层可以北坑物件，对不对？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来收纳用的嘛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功能性越大呢，就越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它整理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从中间来把它压线压一下。那如果你的书很大一本，你中间可以不用压哈。我的书没有很大，所以我中间要压线。那我就先把它剪好。剪得差不多大，才不会觉得很怪。好，因为我不是说那个什么，我其实量的时候本来忘记说，我本来以为我后面也要滚边啊，后来发现这样就可以，结果我没有留缝份，所以上面车起来会有一点小，下面刚刚是硬拉的。好，我们从中间先给它固定一下。来，我们就直接2层，你看这一层是不是在下面？直接这样车过来，记得回针，把这个拆开来，车过来，下面要对齐弄平啊，再过来，再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再继续车，耶，好，再回针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其实后面也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是不是就可以放东西？然后我们再把上面固定好，上面把它固定好，把它车起来，稍微加一下。好，刚刚既然有一点吃针，我们再把我们的 PP 板拿出来。我怎么觉得这片影片一定很长？好像我已经车很久了。
这样我们就这个就完成了。那这个完成了呢，其实就是下面完成了，上面我们要怎么固定到这个柜子上或墙壁上呢？通常我们就是会在柜子上钉2个那个图钉还是什么东西的那种东，好，4公分，4.5公分，果然歪歪点。我们不是会弄图钉还是什么东西吗？所以，到时候我们我会做一个那个布料的那个挂钩。刚刚上面歪歪的都有修剪一下，重新压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教大家怎么做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教大家怎么做上面这个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先准备几个这个挂钩的东西，就是布料，把布料先做好，那个把它车好。那车好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先把这里宽度呢先找出来，然后之后我们来3等份。什么？因为我要挂3个勾勾，我就做3等份；你要挂4个勾勾，你就做4等份；你要挂5个勾勾嘞，那就做5等份，好不好？这没有什么很难的。那我做了3等份之后，我等下勾勾就放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就先把它固定好。来，勾勾，请你过来吧，这样好不好？那我通常有时候大家都会对折就好，有些人就对折就好。那我觉得要翻一下，像这样子，你等下挂起来会比较平一点。翻这样我就要这样，然后就把它3个勾勾，刚刚不是3等份了吗？我们就要把它放好。1个，2个，第3个。哎呀，不是你啊！我心想，刚那个是布头，弄错了，差一点被它鱼目混珠。因为这个我都先车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有3个勾勾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把它固定到它的上面去。好，喂，我被嘎嘎掉过。好，那这个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距离要多宽。你可以不要这么宽，我现在发现这样有点太宽了，我要把它剪一些起来。剪一些起来，你在剪的时候小心，你不要剪到后面的勾勾哦。我是说我自己啊，我是在提醒我自己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先把布都裁好，不像我都这样边做边修整。可是其实边做边修整也蛮好的啊。你至少就是比较不会出错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有挂钩的地方呢，这个有挂钩的东西，我们要来跟它一起车。车完之后翻过来，它就会自动有挂钩。什么意思？还自动有挂钩嘞？来，左右要各留1公分缝份。好，左右各留1公分缝份，然后车上去。不要车到挂钩哦，要把挂钩拿出来外面哦，不要车到挂钩。那左右我们要记得留1公分的缝份，耶，完成，有没有像这样子？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块布料，就是它的背面。我们快完成了啦，好像车了很久，不过也是快完成了，也是有完成的一天儿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背面的布呢开始车起来。那我们这个缝份你可以直接往上哈，就直接一起车了。好，车完之后呢，不是往上车之后，我们要车一个很长很长的么字形。来，继续把车落去。继续车。那如果你车不直的人，请你画线哦。这个不用讲吧，自己的技术。车起来直不直自己知道，所以自己衡量自己要不要画线。好，缝份一样稍微往上之后，再把它车起来回针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直角地方我们该怎么办？把它剪掉。这个讲过大概220万次了吧？就是要把这个三角形的部分，把多余的缝份剪掉。剪掉完之后要翻过来，翻过来正面这个地方也大概讲了125万次了，就是要把它先这样，先折起来。翻到正面来，这个也是，这边也是，先把它折起来。好，这是225万01次。
好，翻过来。啊，我的锥子直接把它弄出来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的挂钩是不是长出来了？有没有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挂在我们的那个柜子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从正面压线。那因为这个布料呢本身是那个塑胶布哈，它是不会虚边。如果你技术不太好的人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压。好，就是直接把它压线，那当然是没有那么漂亮啦，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稍微往内折后再压。好，那如果你技术很不好，这个东西又贴在墙壁上，你为了压这个压到快要哭出来，那你就不要这样做了。好，我们就是直接把它折下，因为它不会虚边啦，所以还 OK。那如果要漂亮一点的呢，或是说你不是用塑胶布，你是用一般布料去做的人，你就要把它压好。那压这个呢？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缝缝塞到里面去，塞到里面去之后，我们先压这个么字形，先压上面的么字形，分成2段压哈，就是先压上面的么字形。那么字形的地方呢，我们先把缝缝往内拉一下，它就不会看到下面的缝缝。PP 板再给它拿出来，有没有？好，一边整理一边压线，所以如果你喜欢配色的人呢，你也可以用那个不同的布料去做不同的口袋啊，比如说红色你就可以放那个遥控器，那电视遥控器，然后黑色你就可以放冷气遥控器这样子。还是其实这个也可以收纳小孩子的玩具，也蛮好用的。就小朋友的玩具太多，然后他比较常玩的那几种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收在他比较好拿取的地方。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再往下把么字形先车起来。那我们么字形车起来呢，如果你下面不折起来的人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往下车。如果下面要折起来的人呢，你要记得说下面要先折，折完之后我们再来压线。好，下面先把它折起来，然后再从正面压，不然你等下折不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上面已经固定了，我们再来固定下面会比较好车一点。我刚刚这边就有点忘记先弄起来，没关系，靠着我的蛮力，我还是可以把它折进去。来，从正面呢，我们来压0.1，好，正面压0.1，然后我们可以边折边看。那如果技术不好的人，请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，别珠针啊，还是干嘛的，你们就是用你们自己的方法去把它车起来。好，那我的话是可以边折边车，因为其实它不太会跑了，因为塑胶布不是有点涩涩的吗？然后它就是会乖乖的这样，还蛮乖的。还是把 PP 板摆上会更乖。更乖了，好，把它车起来，完成了。我觉得我车了好久的感觉，不过这种东西啊，你花一点功夫去做是很值得的，因为你真的是很实用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摆不同的东西进去啦。你看这样是不是感觉还蛮好看的？就是很简约的感觉。那后面这里呢，我们就是可以放那个书本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好，有2层，下面可以放书本，上面可以放信件，都可以啦，随便你爱放什么爱放就放什么。好，有兴趣的人你可以自己做做看咯。